你知道原来卖清酒还要拼帆船比赛？为了奥运会发明的清酒竟然畅销一甲子。为什么神户的酒就是比其他地方好喝？日本的升学名校，还有你到日本神户旅游的城市高级感，原来都是来自于清酒商的贡献。这一集一次让你喝懂清酒背后的故事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哦，朋友聚餐啊，有人举杯就说：“我懂酒。”然后他开始跟你讲什么塔记啦，讲久保田啦，讲什么精米步合啦，银酿香气怎么做清酒啦，讲到那个最卡川坡啦哈，然后你偷偷看他倒了酒，大关的 One Cup 啊，就是那个 Seven 酒架上面的最底层，圆圆的，一瓶才100多块钱，撕开就能喝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现在的表情，但是你等一下哦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懂大关这个酒造，你真的懂这个酒厂，或许你会觉得这个人才是真正懂清酒的人。今天呢，我就带你去日本的西宫京津，去一家314年的酒造，看看这个便宜酒的背后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。先讲一个你今天看完这个影片，你可以拿去唬人的一个冷知识啦。你知道日文的一个 kutananai 是什么意思吗？其实就是无聊、没有意义的意思。但这个词呢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来自于清酒。江户时代呢，上方也就是现在的大阪、神户这一带的酒啊，要装上船，顺着海路运去江户给那些有钱人去喝。这个运酒的动作呢，叫做 kutaru， 那批酒叫做 kutarimono。那个年代呢，江户人只要喝到贪五香的清酒，就像我们今天喝到一个很稀有一个尼梅威士忌一样，哇，这个才是正货，这才够资格上桌嘛。所以 kutarimono 就代表着这个东西是好的、有品质的东西。那反过来，那些没有办法运到江户的本地酒，就叫做 kutaranai mono， 没有下来的东西，没有运到船的东西，没有水准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这就是 kutaranai 的这个字的起源。所以你每次跟他讲这个事情啊 ，kutaranai， 那这个人 kutaranai 没有意义、无聊。其实这个词来自于清酒。OK，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讲啊，其实故事还没讲完啊。在江户时代呢，贪五香的那个新的酒啊，每次那个酿酒季酿好之后啊，每个酒造呢，他要拼命抢着出货。为什么大家要去抢出货？因为第一批到达江户的新酒可以卖到 double 3倍的一个价钱，所以他们呢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办了一场竞赛，叫做新酒帆船啊。规则是这样啦，所有的运酒的船呢，全部集合在西宫的外海，然后呢，一声令下，大家一起船出发，冲到江户去卖给那些有钱人。随着船先到，就是冲一番。那批酒就是今年最抢手的新酒，而且你知道这个竞速有多疯吗？他们用的不是那种比赛的专用船哦，他们真的就是用那种木头做的那种装满酒樽的商船，一边载货一边比赛，然后为了赚钱，为了抢先，在海上开始冲刺啊。而这个冲刺的起跑点就在西宫京津的港口，也就是如今大关所在的地方。大关的前身大阪屋呢，就是在那个时代靠着京津这个出海口，啪，把酒全部卖到全日本的。OK， 我们前面铺垫了那么久，为什么江户人那么喜欢喝贪五香的酒？为什么那么好喝？为什么贪五香的酒那么受欢迎？铺垫那么久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。大关在西宫京津这边呢，酿酒的水叫做宫水。这2个字，如果你稍微懂点日本酒的这个历史啊，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字的重量有多重。宫水有多稀有呢？这整个地球上啊，只有西宫这个方圆500公尺的范围才能挖到宫水。走出来500公尺呢，水质完全不一样，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事实是在1840年呢被发现的。当时有个酒造呢叫做殷正宗，然后到现在呢，他们还是拥有协会1号，这是最古老提供给协会的酵母，也是殷正宗的一个骄傲。他们同时在西宫跟神户、鱼崎2个地方去做酒，度式一样，师傅一样，米一样，功法一样，但做出来西宫就是比鱼崎的好喝。那后来他们怎么找原因呢？他们去把西宫的井水装桶直接送去鱼崎，让他去做酒，没想到好喝的酒竟然就出现了。谜底解开，就是水的问题嘛。那之后呢，贪五香所有的酒造开始抢这个500公尺里面的地皮啊。最夸张的时候呢，那一小块区域啊，清酒品牌的井口啊，密密麻麻排在一起。你去看，现在还是一样，甚至还保护起来。西宫市现在立法要保护这一片供水的地带，禁止大家任意开发。而大关就在那个500公尺里面呢，有好几口井。顺便跟大家讲个小故事。大关作为日本前5大产量的清酒大厂，在它的总社跟工厂以外，我们去看哦，举目所及几乎都是他家的土地。可以说，大关的前几代老板很有眼光啊，很懂得投资啊。现在的大关除了大清酒厂以外呢，还是个大地主。然后我要补一个真正的硬知识，让你可以去酒局吹牛。
供水它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非常的低，矿物质又够丰富。那铁为什么是个问题啊？因为以前的清酒，夏天一到呢，光照一强，温度一高，酒就容易坏掉变色，那就是因为铁在作怪。供水因为它的铁含量很低，所以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让清酒终于可以撑过炎热、光照强的一个夏天。然后到了秋天，气温一降，当时的清酒呢反而越陈越好喝。江户人叫这个现象叫阿基哈雷。秋高气爽，也就是说秋天一放晴，连清酒也跟着放晴，也跟着好喝了。这就是供水这个由来。所以为什么供水做的好喝？为什么江户人那些有钱人喜欢喝？就是因为这个酒确实还不错，而且还不会坏。到了秋天呢，很多人在江户的那个家里摆席啊、喝酒啊，全都是以贪五香的酒为荣。这就是贪五香的供水的一个功劳。到了1964年东京奥运，大关在这一年推出了一个 One Cup。这个时机不是巧合啊！奥运带来大量的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人、外地的人，到处都是人挤人。大官想的就是说啊，这些人要喝酒啊，他们又没有杯子，也没有时间坐下来慢慢倒酒，像日本品酒这样还喝加热啊，慢慢喝。他们要的是能够随手拿，边走边喝，喝完就走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大官就想到，那既然这样，就干脆把酒杯子啊，直接变成一个容器。玻璃的圆杯装清酒，封铝箔，一个撕开一个杯子，咕咕咕就这样喝了带走了。这个设计呢，在当年的清酒业界呢，像颗震撼弹。所以呢，现在其实除了大关，一堆清酒厂跟着做。现在你到 Seven 啊，到超商的货架上面，只要是小瓶装的清酒，除了纸盒的之外呢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包装。那如今60年过去了 ，One Cup 现在仍然从北海道卖到冲绳。连 Monday Selection 都给他拿了好几年的最高金赏，到去年2025年还拿了日本命名大赏的优秀赏。大关的次长跟我说，全日本几乎都买得到 One Cup， 连乡下的那个干妈店都买得到，这是一个大关的骄傲。一个1964年想到了一个包装，到现在60几年了还在卖，你想想看，他们当时的设计是精准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？那我在现场看了 One Cup 的一个设计跟产线，那个咔啦咔那种大量做酒的输送带的规模，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酿清酒的地方。这个速度跟数量啊，更有点像在看那种半导体工厂的那个机械生产线一样。真的，他们就是这样了。大关要量大，它也要质感好，两个都要。大关一年的产量呢，大概在10万担。换算一下，你喝过那些小酒厂或者是那些清酒迷在推的小酒造，一年几百担就不错了。10万担是什么概念？是什么样的数量？我觉得你应该可以算算看。另外，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知识啊，你知不知道一个叫做滩高校的学校？它是日本的一个顶尖名校，升学率非常高，每年都大量的把学生送到东大、京大。这个学校呢，是1927年由滩五乡的酒造世家捐钱盖的。谁捐的呢？菊正宗的加纳家、白鹤的加纳家，还有殷正宗的三一家，3家出钱，而且找了加纳志五郎来定教育方针。这个加纳志五郎是谁呢？他其实是柔道之父，柔道的创始人。说到加纳志五郎呢，我转个弯离题一下。如果你喜欢看那个日本的大河剧啊，你可以找个很可爱的剧，叫做《韦陀天东京奥运的故事》。这里面就描述了加纳志五郎如何支持日本出去参加第1次国际奥运会跑步的一个马拉松的故事。所以呢，加纳志五郎其实不只是柔道之父，还是打开日本体育之路、世界之路的一个了不起人物。滩五乡的酒造家呢，不止酿的酒，他们用卖酒的钱去建学校、盖美术馆、做城市教育，这种孕育出来的一个近代的文明文化，后来还有个专有名词叫做“阪神间的现代主义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为清酒商赚的钱，让这一代的人呢开始有余裕，追求生活品质。他们喜欢西式的建筑，他们周末要去做好的休闲，要去逛逛私立的美术馆，还要去吃一些 fine dining。这些呢，今天你去神户、去芦屋，觉得很有品味的那些氛围根源都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滩高校送出来的那些人呢，往政界、学术界、商界到处都是。东大、京大的录取人数，滩高校年年都在榜首附近。这间学校的校训：精力善用，自他共荣，把力气用在对的地方，让自己好，也让别人好。听起来像柔道的武道精神，但说的也就是酿酒这件事。一个卖酒的决定，撑起了一个学校、一个城市的文化，一批一批走进各行各业的人。然后呢，你今天走在神户的时尚街道，呼吸的那份有高级感的一个品味，这有一部分其实历史上是来自于清酒的贡献。
大官呢，最后带我去看那个小地方，叫做金金灯台。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小灯塔，也不算大，也不特别壮观。但是这个灯塔呢，是大官第5代目常兵卫在1810年自己花钱建的。这原因很简单，因为那个时代呢，京津港口的商船越来越多，夜晚呢进港有危险，有很多船出过事。他就说，那不然这样，我来建一个灯塔，让大家进出呢可以安全一点。当时没有政府的补助，也没有别人的要求，纯粹就是他自己想到，自己花钱做好事，帮所有来来往往的船做了这件事。现在呢，这个灯塔是西公司的一个指定文化财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在大正时代电灯普及之前，每天黄昏，大官家的工人还要去点油灯，这个习惯呢维持了100多年。现在的灯塔是1984年重建的、重修的啊，但是它至今仍然是现役的一个航路的标示，依然列在海图上，依然在亮灯。一个1810年的私人决定，撑到了现在还在运作。好，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是觉得，再怎么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嘛，那个品牌是便宜酒啊，还是卖便宜酒啊，就是那个超商的那个 One Cup 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那个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大众酒。你说的对啊，这就是大官啊。但是其实这个便宜酒也就是他们其中的角色而已。你想想看几个关键字哦，300多年的历史，日本第5大的酒造，供水500公尺的一个地域保护，帆船技术的出发地，名校的金主，灯塔的建造者，那你还会觉得你口中那个便宜的 One Cup 真的只能对得起便宜2个字吗？所以下次你在超商啊，拿起那个 One Cup， 先别那么快放进去，想想一下这个便宜酒承载的历史文化重量。或许你了解这个历史和文化之后，你再喝这一口酒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它承载的不是只有好喝不好喝，还有更多文化底蕴和设计概念，以及引领时尚的一个冲击感。接下来我们会立刻发布大官的一个正式纪录片。听完了这一节的故事，我相信你会更理解大官的便宜但是又高品质的一个冲击感。我是贴布导演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、留言分享给大家。我们下一瓶清酒见，拜拜。